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伊朗核科学家被暗杀的这个事情，昨天引爆了网络。这个事情的具体信息，大家基本上都了解的差不多了吧？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载有伊朗顶级科学家穆赫森·法赫里扎德的车辆，在其安全团队与恐怖分子的冲突中，法赫里扎德受到重伤，并被送往医院。犯罪现场的视频太和谐，不能在这里放给大家啊。有兴趣的可以到我的 TG 群或者推特去看啊。这个凶案发生后不久啊，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一名恐怖分子呢已经被捕。伊朗媒体曝光了科学家遭暗杀的细节以及车内画面，凶手究竟是怎么行凶的呢？他先是用炸弹把车炸停下来了，然后呢下来了几个人，拿着枪一阵扫射，扫完了以后收工走人。面具人我脑补了一下这个画面啊，包括我看了一下现场那些人受伤的视频，那些人啊受到的伤啊非常重。你一般的人啊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你别说来得及送医院抢救了，你就算当场抢救你也救不回来了。这个杀伤力太大了，人都打成马蜂窝了，你根本扛不住的，你根本活不下来的啊！在这里啊，面具人想给大家普及一下，伊朗的核科学家真的是为了伊朗的事业奉献出了很多人的生命了。咱们只从学术上讨论啊，不讨论立场。这些人呢，还是有着为了科学、为了科研啊，甚至为了他的爱国奉献生命的胆量的。换咱们华人啊，没几个人有这个胆子。实际上呢，过去10年啊，至少有5名伊朗核科学家在伊朗国内遭到袭击，导致4死1重伤，分别是阿里·穆罕默迪2010年1月12日在首都德黑兰遭到遥控引爆的炸弹炸死，官方指他是物理学教授，在德黑兰大学任教，专门研发粒子物理学。伊朗原子能组织否认事主为该组织工作，但西方国家指他与法赫里扎德紧密合作，怀疑他涉及核武器研发工作。第二个倒霉蛋就是沙里赫里2010年11月29日在首都德黑兰死于汽车炸弹爆炸，同行的妻子受伤。伊朗官方指以色列或者美国是幕后黑手。伊朗原子能组织指事主参与该国其中的一项大型核计划，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阿巴西达瓦尼2010年11月29日在首都德黑兰与妻子遇上汽车炸弹爆炸受伤，西方国家怀疑他参与了核武器研发。伊朗情报部门指，这一次的恐怖袭击的人士被捕后，承认获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以色列摩萨德、英国军情6处的训练。Rafai 2011年7月23日在首都德黑兰遭到枪手射杀，他生前是大学讲师，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伊朗官方否认他与核计划有关。艾哈迈迪·罗尚2012年1月11日在首都德黑兰遇刺身亡，被炸弹炸死。伊朗官方把矛头指向以色列以及美国，官方指死者生前是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的一个部门的主管。那面具人我觉得吧，这些科学家啊，这些人啊，都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而变成了牺牲品的悲剧科学人物。其实呀，科学这个玩意儿本身并没有什么对错，它就像菜刀一样，你能拿菜刀切菜，你也能拿菜刀砍人，对吧？爱因斯坦也是这么一回事儿，你能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对不对？主要是看这些科学家这些人服务的政权究竟是好是坏。如果他们利用了自己的科学知识，帮助了邪恶的政权，增加了这些邪恶政权的力量，那么他们就等于利用了科学和知识办了坏事儿。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人如果说站在他们本国，他们作为爱国者，站在奴隶主的角度上来思考，他们又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崇高的事儿，是应该受人们尊敬的事儿，那这就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所以你们看呀，推行普世价值是多么的重要呀！如果大家都还是保持那种各自为政，互相全世界敌对的状态，那么人类将会一直处于这种无休无止的迫害之中，也会有很多的人，也会有更多的人继续为党派利益呀、极端的国家利益这种所谓的荣誉继续当炮灰。那
这个法赫里扎德这名核物理科学家被刺杀啊，引发的伊朗民族情绪很大呀。而且你看，伊朗最近几年被暗杀的科学家背后的主谋总是指向美国或者以色列，那这肯定会在伊朗国内掀起一阵新的反美浪潮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学生周六焚毁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国旗以及川普和拜登的照片，以此来抗议暗杀伊朗的顶级核科学家穆罕默法赫里扎德的行为。反正这件事呢，拜登是躺枪了，拜登现在又没什么权利，伊朗只不过是以国家形式把拜登宣传得很可怕很坏，类似于咱们华人圈子里面这些大外宣传的拜登是恶魔，拜登是地下皇帝，拜登是中共的黑盟友之类的套路啊。实际上呢，拜登现在什么权利都没有啊，哪有华人吹嘘的那种拜登是世界恶魔之类的夸张说法呢？但是伊朗目前的这种把拜登和川普都给讨厌了，把他们的照片都烧了，这种现象表现出来了什么？是一种极端的民粹反美情绪，这就等于完全打消掉了美国有好的领导人的这种说法，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都是坏蛋，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这样做是否有好处呢？咱们等一下再说，一会儿再给你们揭秘啊。继续说咱们的主题，这个伊朗的核科学家被暗杀的事情搞到现在啊，疑云重重。面具人我还专门发了一个社区帖子让大家投票判断一下，这个伊朗的核科学家被刺杀，这个背后的主谋究竟是谁？谁的动机最大？普京还是习近平还是金正恩还是川普又或者是以色列？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探探案啊。关于这个核科学家被刺杀，伊朗这边官方啊有一个举动令人很费解。伊朗的外长扎里夫在推特上用中文发推称，恐怖分子暗杀了又一名伊朗的杰出科学家，懦弱的暗杀是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公然挑战，是对人道和道德原则的践踏，国际社会有责任阻止这样的恐怖行径。扎里夫还表示，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伊朗一直处在反恐斗争的最前沿。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国家恐怖主义，共同反对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冒险主义。扎里夫此前还于当地时间27日发推指责以色列在该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种国家恐怖行为。看好了啊，伊朗谴责说这种行为是国家恐怖行为，那伊朗的意思就是暗示这一次刺杀他们的核科学家是以国家为单位，是国家行为在搞他们。那扎里夫当时还在推文中写道，恐怖分子今天谋杀了一位杰出的伊朗科学家，这种懦弱显示了肇事者不顾一切的好战行为，有严重迹象表明以色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们仔细品一品这句话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懦弱显示了肇事者不顾一切的好战行为，有严重迹象表明了以色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看伊朗这边的声明，他的意思，他只是说以色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并没有说以色列是肇事者，以色列是主谋，并且呢，伊朗还说这种懦弱的行为显示了肇事者不顾一切的好战行为，他在暗示说肇事者想要引战啊，他的这种行为是好战行为。另外呢，中国这边啊，央视新闻也报道，对于这次伊朗顶级核科学家遭遇刺杀啊，伊朗的领导人威胁要采取报复行动，伊朗各界直指以色列为幕后凶手，但是他们的官方发言人只是说以色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以色列媒体也报道，以色列驻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使领馆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加强了安保，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区同时也增加了安全设施。那这个伊朗外长用中文谴责这种刺杀的行为，这个举动很有意思。如果你是一个外长级别的人，观众朋友们，你们想一下嘛，你是一个外长级别的人啊，你针对本国以及有可能是跨国作案的恐怖袭击事件，
你用中文发推谴责，你用这种行为去来表示你的愤怒，那这是什么行为？那这就证明了伊朗很渴望让中国看到伊朗的声音，对不对？这就代表了伊朗希望中国介入到这个事件当中，为伊朗主持公道，对不对？毕竟中共在最近的很多年来都是一直力挺伊朗的，对吧？这个加拿大的孟晚舟不就是因为给伊朗转钱以及提供通讯技术才被加拿大抓了吗？是不是？那么我们猜猜看，中共动手刺杀伊朗的核科学家的这种可能性高不高呢？面具人，我在社区的投票显示啊，习近平是幕后黑手的投票率还真不低呢。看来很多反共人士啊，因为对中共的这种仇恨情绪蒙蔽了理性思考的人还不少呢。一看到习近平3个字儿就无脑的投票了，是不是？其实呀，伊朗和中共是好朋友。这个核科学家对于伊朗来说呢，也是用钱换不来的人才。培养一个高级科学家不容易呢，并且呢，这种顶级科学家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光拿钱未必能砸出来，就这样的被中共杀掉了。那如果说真的是中共动手的话，反而会破坏中伊的和谐关系的。毕竟呢，这个科学家这个人太重要了啊，并且呢，按照中共的行事作风来看啊，我们都知道中共从来都是对外软弱，最多就是嘴炮啊，表面表现得很软弱，然后呢，背地里给你用阴谋搅屎棍这种玩法啊，挑拨离间。直接动手的话，正面对撞的话，中共他是不擅长的，他也是不敢的。中共动手最多他也就是敢对自己人动手，他直接动中东人的概率是不大的。虽然说把这个伊朗的核科学家做掉，有可能会点燃中东的战火，甚至让伊朗人报复美国，去美国搞个什么恐怖袭击事件，把美国拖入戒严状态、战时状态，让川普做战时总统，这样呢对中共有好处。但是呢，看中共的这种做事风格，他未必敢这么做。所以呢，面具人，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情背后的主谋未必是中共，反而呢，我认为中共虽然有动机，但是中共有贼心没贼胆，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呢，中共做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最低，动机指数2颗星。咱们再来说说普京啊，中东目前大乱的话，对普京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美国现在很明显的是走孤立主义，包括美国撤军出卖库尔德人，也导致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誉度大大下跌。而这个时候，中东战火的点燃，开始打仗的话，中东各方豪强必然是需要军事支持的。那么军事支持找哪家？地球东边找普京呀。所以呢，这对俄罗斯深度介入中东是有好处的。而且按照俄罗斯他的这个行事作风啊，俄罗斯确实是有这个胆子的呀，老毛子还是很猛的。俄罗斯也确实有过跨国杀人的这种记录，所以呢，俄罗斯确实敢干这个事儿，也确实干了这个事儿，对他有好处。并且呢，普京通过把伊朗科学家干掉，如果能够成功挑起伊朗对美国、以色列的仇恨，开战了，把美国干一下，把以色列干一下，顺便呢，俄罗斯可以驻军中东，那这就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嘛。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虽然说啊，伊朗把美国干了，把以色列干了，对川普的连任有利，川普也可以做战时总统，不用交权了。而且以川普的能力和战略来看呢，对美国的强大并没有太多的好处。那美国无法变强大，对俄国是有好处的。但是退一步来说，俄罗斯如果这么做，和中共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为了挑拨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让美国被伊朗攻击的这个可能性被放大，干掉伊朗的科学家啊，伊朗会不会这么做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你把伊朗的科学家干掉了以后，伊朗就会100%的报复美国，去点燃战火。而且这样做呢，美国和以色列究竟会有什么反应，这也不好说。究竟是美国真的是铁了心了想挑起战争，还是说美国也会回避，以色列也会回避，还是说以色列想挑起战争，这都不好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但是呢，你要做这个事儿，
你必须先杀了人家的科学家。那你人如果先杀了的话，就等于你先得罪了伊朗，那这可划不来。为了不确定的后果而先去做一个丑事坏事啊，这个买卖不合算。那么事情的发展，很多事情都无法确定，不好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所以呢，俄罗斯目前来看呢，面具人我认为俄罗斯敢这么做，但是俄罗斯未必会这么做，因为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了。所以呢，俄罗斯的动机指数为3颗星。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以色列啊。以色列虽然一直反对伊朗搞核武器，但是呢，以色列也没必要现在去激怒伊朗。以色列通过搞这种恐怖袭击、暗杀的方式去处理伊朗的科学家，首先呢，这种方式是不讲理的，手段呢也是不人道的、不光明的、不光彩的，而且通过这种突袭、刺杀、偷袭的方式搞事情，也会遭受到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的，会降低以色列的国际信誉的，反而呢会把伊朗变为受害者，给伊朗增加同情分，以色列反而变得不占理了，并且呢，以色列和伊朗开打的话，现在又是疫情，又是经济受挫，中间又隔了一个伊拉克，伊拉克现在又被美国撤军了，反而呢，伊朗更有理由需要借这个机会去搞伊拉克，顺便转移国内的疫情压力，而以色列动手的动机那就真的小很多了啊！在这个时候点燃和伊朗的战火，那没必要，懂了吗？所以呢，以色列动手的动机，面具人我目前来看呢，真的是没必要。聪明的犹太人也不会这么傻的。面具人我认为以色列动手的可能性 2.5 颗星。那么究竟还有谁啊有很大的动机去搞伊朗呢？嘿嘿嘿，对了，就是咱们最后一个要说的，你们都想到了，美国啊。我们来看美国啊，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和以色列搞的是火热得很，并且呢，川普口头上还承认了耶路撒冷，对吧？包括蓬佩奥最近频繁的访问以色列，就在前几天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去以色列了。刚刚结束访问了以后呢，美国政府在本周五，也就是27号的时候啊，又宣布对4家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发起经济制裁啊，禁止他们对伊朗进行帮助，谴责这些公司支持过伊朗的核计划的发展。法新社华盛顿站引述了一名不愿意曝光身份的美国国务院高层的话，指称这一届川普政府无论如何也要执政到明年1月20日，一定要拖到那个时间啊！而且呢，他们肯定会继续落实相关的政策，直到最后一刻。而就在美国声称禁止伊朗核武器之类的讲话之后呢，没多久，伊朗的核武器科学家就被干死了。我们来想想嘛，上述的刚才几个国家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搞伊朗的啊，有那么一点动机，但是没有绝对的必要啊。咱们想一想，大国之间互相对抗啊，互相博弈，你达到了这种开战杀人的程度，那必定是你要有一定的仇恨或者是绝对的必要，你才会动手呢，对不？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和必要，你是不可能动这个手的啊。所以呢，不管是以色列、中国、俄罗斯，他都没有达到这种激烈的程度，反而呢，这个川普啊，真的是有大大的必要去搞伊朗。川普这个人的作风，你们也看到了，包括他的手下，包括他的队友，他是说卖就卖的。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而且呢，站在川普个人的角度来看啊，你把伊朗激怒了，对川普的好处是最大的，而且呢，这个结果是非常确定性的啊。退一步啊，我可以守；进一步，我可以攻。进了，我可以说，我斩首了伊朗的这个搞核弹的科学家，你看我美国又再次伟大了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啊。那退一步来说呢，如果真的把伊朗激怒了，伊朗给美国来一个什么恐怖袭击呀、暗杀呀、偷袭呀这些，那川普就可以顺势搞战时状态、紧急状态，对不对？我如果是川普啊，我就希望伊朗给我美国来个什么恐怖报复，或者是开战也行呀，而且用这种脏手段暗杀呀、偷袭呀，
比什么用文明的手段协议呀、协商呀、条约呀更加受川普的青睐，对不对？川普这个人玩下三路的套路还是很在行的。而且呢，面具人我也看到英文圈子里面很多人都怀疑这个事情是川普在背后推动这个事情。而且刚才我不是分析了伊朗外长讲的话，他说了啊，以色列只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啊，有另外的人想要挑起战争。综其所有的原因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川普在这个事情上的动机很大。但是大家可能会想了啊，川普是美国40年来唯一一个无战总统，川普这种对外强硬对内软弱的性格让大家怀疑川普他真的敢这么做吗？他敢挑动战争吗？那说到这儿啊，面具人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啊，从心理学上来说啊，这还真的有可能。有时候呢，越是你看他没做过什么事的时候啊，越是到最后啊，他还真的越有可能做这个事情啊。因为现在开战的话，很显然在国家层面上没有受益者，但是个人层面上来看呢，川普受益。美国动手的动机指数为4颗星，甚至有人还说啊，是伊朗自己做掉了自己的核科学家，妄图以此为借口来挑动战争。那面具人，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可能不？哦，对了，你们想一下嘛，培养一个顶级科学家，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要天才呀！啊，他就伊朗真的是舍得把国家开发武器、开发核能源的这个前途赌在什么政治大国的这个博弈之上吗？当炮灰之上吗？有这么傻的人吗？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伊朗这边啊，前2天这个暗杀的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啊，可能正在气头上呢，他就声称要报复。但是这2天呢，伊朗冷静下来，仔细想了一想，不对劲儿啊，我不能当炮灰啊。根据伊朗国家情报 IRNA 的通讯社报道说啊，伊朗太明智了。这一次啊，伊朗又改口了，声称伊朗不会陷入以色列和美国的陷阱，并允许他们制造混乱。有伊朗方面的专家称，在特朗普试图挑起争端之后呢，伊朗表示要冷静处理。意思就是说暂时不会报复了，并且呢，伊朗正在考虑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进行外交上的重新接触。也就是说，伊朗人这一次不会犯傻，用国家作为筹码，为川普个人利益而做事儿。当然了，川普的一些做法低端加极端，这样做事儿啊，让这些独裁国家的领导人都怕了。你们觉得呢？啊，你们有什么想法？留言告诉面具人嘛。啊，咱们可以探讨。这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啊，你们如果有更多的分析，更多的可能性啊，可以留言，咱们继续探讨。反正面具人，我觉得吧，啊，大国之间的博弈，包括政治这个玩意儿啊，你们不要把它想得非黑即白，好像只有一个可能性、2个可能性啊。世间的所有局势，每个政府的官员，每个谋士，每个军师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决策者、每个领导者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每天的经济、每天的股票也是不一样的，分分秒秒都在瞬息万变。你认为所有的事物都只有1个到2个答案，那是因为你蠢，你的大脑不够思考这么复杂大量的信息啊。一个事情，一个国际政治，可能有1万种答案和1亿种选择让你选啊，你的大脑能处理这么大的信息吗？留言告诉我面具人啊，我们下期再见。